耶呀！优希出生后，我第一次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是老二嘛，然后他从医院带回家之后，我觉得半夜的时候起来看这小孩为什么不会起来睡，要喝奶奶。小精灵，大概1岁多的时候，保姆才说：“哎，你这个孩子有点奇怪哦，他都踮脚跟走路，然后他喜欢转圈圈，很怕声音，因为这是自闭症的特质啊，哈。但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是自闭症。”觉得怪的时候是2岁多吧，对，老三出生没多久，然后我们发现他对婴儿的哭声比较抗拒。再来一个是，他除了我们家以外的人，他好像没什么兴趣，所以我常常会听到说，他是不是听不到，或是他是不是不知道他叫优希？优希，那你就坐这边，你跟大家打招呼了没？转过来。嗨。是哎，你要画画吗？你先画画。明白没有？你要画完所有3丽鸥，好不好？好，加油哦！画完所有3丽鸥哦，哈。波波Disney Junior。你们可以接受吗？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2个说：“你们可以接受吗？”我们说：“接受什么？”他说：“接受孩子是自闭症。”我们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反而问说：“为什么不能接受？”哦，我跟你讲，那天大家就是中乐。Google，你画完了，布丁狗嘞？最后一只布丁狗，最后一只布丁狗画完，我就借你。走。对，你画一只布丁狗，不然你写布丁狗给我，你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他后来讲了几个例子之后，我们才很压抑说：“啊，真的有爸爸妈妈因为这样放弃了这个孩子，因为长期的奋战以外，很多的早疗，大家都希望给孩子更好的，需要靠自费排队，长期下来的交通时间，可能会有一个单方不能工作，因为你必须要一直带着这样孩子。所以大家最后其实不太，电脑坏掉的时候就很可怕。因为中医的时候，对，中医时候敷衍了吧？就是把脉，太敷衍了吧？但是把脉把出来每个都一样，没办法统一啊，没办法出那个量化。它这整个量化是台湾人完成。小天坐在哪个颜色的座位上呢？看老师表演，红色，红色，这多爽啊！蓝色，蓝色。好，走喽。你要来装被子，所以你把它打开，还是你想上厕所了？你要上厕所是不是？对。没有啊，那你把被子打开。被子打开，这个，拿出来。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早疗的资源，在要上幼儿园之前，我们有先去鉴定。要入学的前1、2天，老师打电话来说，我们没有这种专业，好，是不是你就不要送来？我那时候在做记者嘛，就想说，那怎么可以这样？这个零拒绝啊，好，所以就有诉诸媒体。这边对，啊，你是不是要大便便呢？我看。组织媒体的结果当然就是他们就收了，那时候了哈，零拒绝也零接受，就是他就给你放在那里，老师也
真的没有办法教他，不过可以理解啦哈，20-30年前老师也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等一下再来整理哈，好。后来我就想，他如果以后可以独立生活哈，他可以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是不是认识这些字是不是重要？我倒觉得他可以过生活比较重要。我们去了3个月，也是觉得不行。对，那时候是团体治疗，月竹优希的情绪反应最大，他非常的排斥。因为他要看到各式各样的孩子一直生气、一直哭，然后一直被绑住，然后他必须要一直遵守那些指令，不能自由。他觉得要有规矩，要训练，然后最后就是要他，你要跟我讲啊，我才要给你。我想哇，他如果有口语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讲，但是他就没有。所以他其实就会有点生气，然后你就看到他生气就打头嘛，然后生气就会有点想要咬自己嘛。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致命伤，我很难去接受，就是小孩因为生气去咬自己或是打自己这样，我都觉得很痛。到不知道第几次，尤其一进门发现治疗师来了，他就对着他眼睛注视着他说拜拜，然后他就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拜拜，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哦，月竹优希会讲这样。要吃吗？要不要吃？不要，他说不要吃。或许抽出语言来讲，对他来讲是困难的事情，对，但是他知道说拜拜就是对我要走了的意思，这样子。暑いですか？アイスクリームいりますか？我帮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再去。对，当然也被医生骂，他觉得这么严重你不来。龙猫公车哦，嘴巴张很大那个，要不要？我如果不带他们去上，孩子会不会更糟糕？我觉得所有的过程这一段就我最挫折。走里面不会下雨哈，走里面。他一定要走斑马人行道，对。他们也通常有比较多的固着性的行为。我儿子他一定要关门，然后慢慢的关，什么东西都要摆得正正的。所以他只要看到人家的那个收银机打开，他就要去给人家关起来，他就伸手要去给他关起来，那人家就笑说：“你要干什么？”而且他还要来抢我。丛林不要急哦，妈妈有留了哦，我会留最后2口给他，让他满足一下。这是 reward。后来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绪行为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子他那么生气，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一表达就是推你。那时候就受伤，就骨折了，对。他自己也很紧张，处在那个很焦虑、很紧张的状态之下。他就会坐在门口，因为我们就很害怕，躲在房间里面啊，把他关在外面啊，自己就坐在门口，他会说对不起这样。一定没关系，别 don't push， 没关系 ，don't push， 对，他想要，你要出来就出来了，好不好？好，那要等多久？等5分钟，好不好？好。
数到30可以不可以？我们只能说他大概有哪一些行为是会让他不高兴的，我们尽量不要踩到他的红线。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又有另外的红线出来。好，来，妈妈抱一下，亲一下，好了，走吧。到了后来，爸爸生病，然后我也越来越老了嘛，没有办法再处理、再应付，或者是 hold 得住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我们就一直探听说到底有哪一个机构可以接受他。对，好，那时候就是没办法，就他要住机构。开心一下，开心一下。1、2、3。你没生气？没有。好，没有生气，亲我一下。你亲我。好。曾经有过说，啊妈，那这么痛苦，3个人都去死算了啊！因为他爸就说他不想活了啊。可是那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下，但是我就说那只能想一下。因为你不做，没有人替你做，没有人替你安排，那你儿子就只有你可以以他为中心的考虑，对。尤其你不要吓一跳，我才吓一跳。尤其你跟我谁比较高？你比较高还是老师比较高？比较高，身高呢？他4岁进来的时候，我们重新调整他很多生活习惯，如厕习惯、饮食习惯、休息的习惯，因为都要被我们介入嘛。其实如果我们都不管他，他大概在这个环境也会过得蛮愉快的，但是不行，你都不会阻止我，阻止我干嘛？我如果比你厉害的话，我就会阻止你，但我又没有。因为他可能之前有医疗的经验都不愉快，一去上那个个别课的时候都会哭得让妈妈不知所措。虽然妈妈她很理智的可以接受老师对孩子的一些要求，但是她看到优希的那个崩溃啊、尖叫啊，为了要符合团体规范的时候，你看到妈妈那个脸哦，就知道她在心痛。像这样站起来的史努比要有脚哦，要有脚的史努比哦。这群人啊，这么开心。大部分自闭症没有沟通能力，不会讲话，然后行为能力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就以为他们是什么都不会。但渐渐的医学的发达，然后演进了一些不同的教学策略，才发现其实他们很厉害。兔兔，兔一兔兔，兔兔。我只要求康平。有戏。有戏有耶。这是求康平。对，这是我的我的作品。漂亮，请拍拍手。好，拍手。噔噔噔噔。你觉得这个漂亮吗？你觉得你画的怎么样？漂亮，漂亮啊！我也喜欢呢，好可爱哦，好有自己的风格。语言慢慢出来了，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感谢在中心这多待的1年。要拆开吗？我们现在正在搬家，其实也不是搬家，是把新的一个家把它 setting 起来。要不要拆？啊？要不要拆？拆啊！
我想，身为一个家长啦，哈，自闭症者的家长，其实最担心的终极，当然就是我们走了之后，他们何去何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也在推去机构化的这个整个的政策，但是在往前推，其实他们从18岁成人之后，可能高比例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嘛。那他没有办法继续升学的话，就要安置。可是安置也是容易被拒绝，然后职场又失利，可以就业的孩子呢，大概1%，我想不到2%，至少在我们的实务经验上，其实是真的是不到。马步。我们协会其实以18岁以上自闭症成人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最主要就是希望解决后半段的这个生涯发展的问题，然后跟最终的这个安置，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努力去减少这些家庭的压力。我为什么会想来林口社宅？就是说，那它是一个可以实验打造的空间。我们就想，那即便是这些没有口语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好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轻度的青年他可以住在社区，可是如果是中重度的这些青年，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享有一个可以由他自己自由意识所支配的生活吗？你挑一袋。要不要一个这个豆？要不要？要不要吃？我觉得，他们不是没有想望，他们也是渴望，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做主，他们也希望有所谓的自由。会有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尤其是康平就会问妹妹什么时候会跟我讲话，然后那时候她也才幼儿园嘛，对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去解释自闭症其实是很难的。那我们只能跟她说，妹妹应该是也很想讲话，也很努力，那我们就多帮她，所以就多多陪她这样。对，所以对哥哥其实当时是这样，比较吃力的是妹妹。妹妹长大的过程当中，她会一直不断的聚焦在姐姐身上。他不，现在这样剪。她很好奇为什么姐姐都不理她，可是她会受伤，她会哭，她会觉得为什么姐姐都不跟我玩，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有一次，妹妹去咬她，然后尤西哭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是尤西会咬人，结果没有想到妹妹去咬她了一口。然后我们就说你干嘛咬姐姐？她说姐姐哭了，就是她就是很冷静说姐姐哭了耶。然后她觉得姐姐有反应这样子。那你要不要先把绿豆煮完？那我们就会去从这个点去开始跟她聊，然后聊姐姐的一些困难点、为难的地方。我觉得她很想要理解姐姐。Disney Princess。所以反而我觉得妹妹在长大的时候，因为她关注的姐姐的不同，所以她反而是她觉得她很想要教会她很多事情。尤西的生日几月几号11号。？11月。11月几号？13。哎，棒啊！11月12。对，记起来。所以幼儿园教的唱歌，几乎尤西每一首都会，因为他回来要有一个对象，可是哥哥不是那个对象。生娃娃，请花材不要，请不要你讲我最喜欢的绿色，
后上厕所也是妹妹带。他就说他这么大不要包尿布，所以他在家的时候他就会走，尤其我们去尿尿。对，但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扮演那个无时无刻盯着尤其的那个角色，我要太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就会很有耐心的教尤其，对，什么都教。妈妈输了。没有是妈妈。妈妈输哎，最后一颗是我按，我输了，我输了。妈妈输了，尤其赢了，耶，尤其赢了，耶尤其赢了，对，尤其赢了，好棒。12、13、14、15、16、17、18、19、20，好。慢慢的，慢慢的。好。哎，他说我们要吃什么？吃什么？吃汤圆哦，大声一点。是为什么？因为搬新家。哦，搬新家。哦，好。恭喜恭喜，大吉大利！好。要量好。对。像我们那时候，他们当时来看，进不了。好，然后呢？哦，大家。坐着自己拿，要不要？第4波领主，我代表大家欢迎，对，谢谢。那第4波的要不要出列？来。6楼开始打起，6楼的。6楼，还跟我住6楼，6楼本哈。我是6楼G3，我是家珍。欢迎。星儿的话，我觉得最主要说实在，硬体环境还是一个面向。那最主要是像家园里面大家共融在一起，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带给家长先能够放松嘛。然后慢慢孩子也可以感受到这些气氛，然后感受到大家相处在一起的那种，可以像一般人在享受一些群体生活的那种样貌。那小孩子的安全感也增加，所以就慢慢会看到他们的一些能力跟表达出来。累是不是？是不是很累？你们很累？开始。不语。1、2、3、4、5、6、7、8、9、10，数到50人就来了，好不好？来，1、2、3、4。可以看到，就是他最近搞哇塞性的那个次数增加啊，我是高兴的。这表示说，当他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就用那个推人或是暴冲的行为来表现，他已经学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咖喱塞性的，他就不高兴，他就脸就臭了。你问他什么，他就不理你。对，他已经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表达他的不高兴了。来，你坐着，来，我站在你后面，我们拍蒋公图。蒋公图，来，快！如果那些情绪行为的问题可以减少，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减少在机构的时间，在这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在做这样的一个调配，这样。哎，不用太全部了。没有的。这是吗？妈妈，我一个爬。洗澡？还没，今天要爬完才会去洗澡。走。没有啊，要穿鞋才能跑。我们会看得到他的进步，他最近这几年比较可以接受到家人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家人的那种感情，他以前比较没有，就比较冷淡，对。然后现在好像他比较，你看他以前妹妹出去他也不会找，现在妹妹出去会找，妈妈出去会找，那每一个他都念，他会有感情在的。然后我们就会很爱问他，你最爱谁？对，然后他就会很聪明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亲我一下。